吴雪，让你们久等了。不过我也成功的炼化诛心本源，实力大涨。萧炎在吴雪的面前也是表达出自己实力的自信，平时他也不会这般，只是说在自己的这位爱人面前饶有兴致的调侃了一下，笑道：萧炎弟弟果然是我选中的男人。吴雪轻声的在萧炎耳边轻声道，柔和的声音入耳，令得萧炎的身躯都是一麻。在这么多人面前，萧炎可不能失了态，立马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你的男人不强，怎么能够保护你啊？你说是不是？吴雪闻言这一句话，心里简直是乐开了花。或许再强大的女人都需要一位男人的呵护与保护吧。经过几年的修炼，他那从容的步伐和脸上的淡然表情，让众丹神塔的弟子们都不敢直视他的眼眸深邃，仿佛能看透一切虚妄。灵动和沐尘两人同样气息惊人，他们的眼神坚定，仿佛连天地间的风云变幻都无法动摇他们分毫。他们三人相视一笑，这笑仿佛是经过了一切的沧桑绝望，也从绝望中彻底的重生。他们的每一步踏出都有一股无形的波动，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在为他们三兄弟让路。随着灵动和沐尘的恢复重生，三兄弟再次可以并肩作战。这个时代仿佛发生了变化，或者说这是他们的一个经验绝伦的时代，由他们主宰的时代。哈哈哈，你们三人果然的天赋异禀啊！就算是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都没有这样的实力与天赋。恭喜你们10大神长老纷纷投去惊异的目光。几年前他们还只是与外塔弟子一般的实力，如今竟是直接堪比塔内中那些亲传弟子的力量。多谢神长老前辈们的夸赞，我们也都是运气稍好一些罢了。萧炎、灵动、沐尘三人则是淡淡的一笑，显得无比的谦逊与低调。或许这就是能够成为真正强者的一部分吧。有些人认为自己实力足够强大，就可以力压所有神交，无比自负的心理，也正是这样的情况，导致了一些人无法再有寸进。哈哈哈，如此年纪又如此的实力，竟然没有迷失自我，这倒是很难得一见。此时内塔之主也是接着恋恋拍手叫好，对于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的行为都感到了微微惊讶，欣然的点点头。他身为内塔之主，这几年虽然也没有落下修炼，但他依旧是原地踏步，始终无法突破半道神巅峰，触及大道主神的领域。或许这也与天赋和机缘有关吧。当内塔之主那双深邃的眼瞳望向萧炎、灵动、沐尘三人时，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甚至都无法看透了一般。在他们的身上仿佛都有一道无形的力量将他们笼罩其中。就是因为这样，他们三人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言儿，为师果然也没有看错，还有你们这2位小兄弟，实力天赋都极其的不凡。如今你们都已经顺利出关，那么万界圣子争夺战也即将开始。现在便是随着其余的师兄姐乘坐超级方舟前往东周之地圣花殿吧。不过还是要切记，一切都要小心行事。来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的神交不容小觑，特别是那4大超神巅峰势力的神交，更是身怀不凡的底牌。而且除了他们那些神交，还有诸多来自诸神万界的神奇强者。在这些神奇强者之中，或许还隐藏着无比强大的存在。丹神塔塔主也是对他们认真的嘱咐道，毕竟在这浩瀚无尽的诸神万界之中，肯定有着一些可怕的神奇强者，还是要小心，使得万年传世。弟子们会谨记下方数位亲传弟子异口同声道。萧炎、灵动、沐尘也是拱手点头。既然你们都已经准备好一切，那么祝你们在万界争夺战中顺顺利利，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吧。丹神塔塔主双手一摊，然后对着他们充满着信心，一股气势散发而出。然而萧炎则是上前一步，来到了塔主的身前，他脸上微微一笑道，师父，等弟子从万界圣子争夺战中获胜回来，必定将为你炼制那枚最高等级的无上神丹，能够辅助你突破大道桎梏。此话一出，就算是丹神塔塔主有着极强的定力，恐怕都无法忍住，因为那一枚最高等级的无上神丹乃是能够让他触及造化领域，一旦突破造化，那么丹神塔的底蕴也会彻底的暴涨，造化规则永不灭亡，这便是大道之上的奥妙之处。塔主如今在大道极限领域已经很久很久，可一直以来都无法触及更高层次的领域，所以但听到萧炎还记得这一件事情后，心中难免有着复杂的情绪。没想到这位新收的弟子竟然如此这般，简直优秀至极呀！好，有你这句话，为师就算等也会一直等下去，毕竟你的天赋深不可测，为师也相信你能够做到。塔主则是拍了拍萧炎的肩膀，仿佛实在萧炎的身上看到了一丝希望。在萧炎还未出现之前，塔主都已经将炼制最高等级的无上神丹放弃，可现在却又燃起了心中的那一份希望之光。您的弟子不会让师父失望的，我如今的成就也是靠着师父给予的资源，不然我也不会走到现在的地步。萧炎实力变强大之后，也没有因为这样心飘，反而对于自己心中的意念更加的坚固无比。那么师父，弟子这便前往东周之地。萧炎再次对着这位九品药神的师父拱手一拜，然后缓缓转身走到了灵动和沐尘的面前，微微一笑道，林兄、沐尘，我们三人可以在万界圣子争夺战中并肩作战了，不管遇到多么强大的对手，不惧生死，勇往直前。哈哈哈，萧兄好气魄，一点都不输当年的气势。好，
既然我们又一次的突破，那么我们三兄弟必须横扫万界圣子争夺战，争夺那3位万界圣子的名额。灵动最沉稳的一人，此刻也是大笑出声。萧炎兄，林动兄，万界圣子势在必得。牧尘也是充满着绝对的自信，如今他已经将第7座原始法身炼化本源，使得自己的实力大涨，况且也领悟到了法心之眼的力量，这也将会是牧尘最强大的压箱底。天空中，一艘巨大无比的超级方舟如同天外来物，突然裂开丹神塔上空的云层，气势汹涌如海啸，震撼人心。这一艘方舟之大，仿佛一座漂浮的城镇，神圣的光芒围绕着它，宛如一方迷你的小世界。超级方舟散发出的波动强大而惊人，即便是阳光在它的面前也要暗淡几分。你们登上这艘方舟，便可以在7日时间抵达东周之地。塔主的声音带着庄严与不容置疑的威严，回荡在众人的耳畔。下一刻，萧炎、灵动、牧尘以及吴雪和其他几位内塔弟子，他们几乎是本能地飞向上空处的巨大超级方舟之上，10道身影缓缓地落在了超级方舟的甲板之上。众人仰望着方舟的内部，只见的这艘方舟的面积无比的广阔，甚至每一处的构造无比的豪华，精工细作，每一块甲板都镶嵌着奇异的宝石，每一根柱子都雕刻着古老的符文。这些豪华建造不仅让人赞叹工艺的精湛，更似乎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使得整艘超级方舟不只是交通工具，更像是一方独有的迷小世界。丹神塔的所有众弟子也是对着方舟中的那10道身影开始呐喊加油，期待他们之中能够有人成为万界圣子，获得可以触及大道的机缘。萧炎师弟，丑话我可说在前头，毕竟万界圣子的名额只有3位，而我们去参加的有10位，所以你可要做好准备。待到最后，我作为丹神塔的大师兄，也不会对你手下留情。此时，郭九牧大师兄的声音传入萧炎的耳朵之中，那眼神充满着想要碾碎萧炎的精芒。当然，萧炎也不会惧怕这位大师兄，虽然没有与这位大师兄见过面，今日也算是第一次见面，但是直觉告诉自己，这家伙好像有些心术不正。不过就算是这样，萧炎也不会因为对方的一句话从而感到有压力。虽然论起修为境界，自己没有这位大师兄那般强大，可是如果战斗起来，萧炎的战斗力量也不会弱对方多少，同样也能够与9重天位神后期的大师兄抗衡。大师兄说的对，如果你们真的可以走到最后的那一步，再对我说这话，或许我会听进去。萧炎简单的一句话，直接表明了自己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同时也是直接给了大师兄一个大巴掌。好一个萧炎师弟啊，说话都是如此的尖酸刻薄，希望你的实力能够和嘴巴一样厉害。说完，郭九牧大师兄也是带着几位5行派系的几位师妹师弟朝着甲板上的另一处走去，显然没有必要再聊下去。待着他们冷冷地走过萧炎的身边后，但是嘴角勾起一抹耐人寻味的幅度。萧炎弟弟还真是看不出来，这一损人的话会从你的嘴中说出来。吴雪笑盈盈的来到了萧炎的身边说道，没办法，有时候对待一些要爬到自己头上的人，还是需要给他们撒点东西。萧炎自己也是无奈的摊了摊手，哈哈，萧炎师弟竟然还有如此厉害的一面，真是令我们这几位做师兄的好生佩服啊。此刻天地派系2位师兄则是来到了萧炎的面前，礼貌的问候招呼。初次与萧炎师弟见面，我是内塔2弟子，也是天地派系的亲传弟子，叫耿太云。我是内塔4弟子，也是天地派系的亲传弟子，叫克勒。师弟萧炎见过2位师兄，对于天地派系的师兄萧炎并不感冒。其实自己成为了塔主的亲传弟子后，也是对内塔中的一些事情有所了解，所以在他们2人说出了自己的身份立场后，萧炎自然也就清楚了，只要是天地派系的师兄，那么萧炎自然会将他们当作自己人看待，不会有一点的私心。而且从吴雪也与眼前的2师兄4师兄关系极好，在这一次的万界圣子争夺战中，也会联合2位师兄一同击败那些所谓的万界神交强者。2师兄耿太云和4师兄科勒也是对着灵动和牧尘点头招呼道，后者们也是拱手示意。如今萧炎这边的战队则是有着6位，而郭九牧大师兄的战队则是4人。如果按照修为上来比较，那么自然是郭九牧大师兄要强大的多，但如果论起实战力量，萧炎这边也不见得会弱于他们。当然，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郭九牧大师兄可并不是目标，而是那些来自其他超神势力和超神巅峰势力的神交们才是，甚至还有那些无势力或者是隐秘势力的神奇强者，这些才是萧炎、灵动、牧尘他们最强大的对手。在他们认识了一番后，超级方舟发出一声号角声，这便是代表着方舟开始发动行驶，离开丹神塔。当这艘超级方舟撕裂4周的空间，开始它的旅程时，方舟上的所有人只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失重感，这也是萧炎他们的首次感受，以往那些方舟可没有这样的情况。看来这一艘方舟怕是将叠空的速度施展极限了。很快，超级方舟驶入了被撕裂开来的空间中后，那道空间也是恢复如初，只留下丹神塔的所有众弟子仰望天空的震撼画面，望着超级方舟的行驶而去。10大神斩、老内塔之主以及丹神塔塔主等目光都散发出同样的精芒，仿佛都在述说着，在不久之后将会听到他们之中有人的名字将会烙印在万界圣子的争夺战中，甚至响彻诸神万界。与此同时，万界神州的最北边，
这里有着无数座连绵不绝、高耸入云的山峰，这些都是气运山脉，其中弥漫着磅礴的运势，顶端更是有着云雾缭绕，不见其真容在这里的山脉，无人敢踏进一步，因为在这些气运山脉之巅，乃是运仙峰，而运仙峰之中存在着一道超神巨擘势力，神元宫。登临其上，一股运扑面而来，让人心悸不已，仿佛大道降临于此。如果站在运仙峰之巅，俯瞰着庞大山脉间的云海翻腾，感受着大自然的神秘力量，仿佛能够领悟到世间万物的玄奥。